们要做的，则是给用户打造更好的相机影像系统。唯我将与蔡司一起记录你的时间简史。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合作伙伴 Hasselblad。我们华为 Mate 40再次定义手机影像 RYB 自由曲面镜片4800万像素，5000万像素，1.56分之一，1.3分之一，1.28分之一，1.12分之一，用先进的科技帮我们创造有温度的影像，去发现生活，记录生活，将生活一案成诗。3月29日，小米发布了11 Ultra 手机，1.12分之一英寸的 GN2 主摄，拿下了目前智能手机最大的 CMOS 的头衔，而妥协的就是厚度。硕大的后摄模组让整机厚度突破了1厘米之多，配合近半斤的重量，便携性大打折扣。很多人直呼厉害，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说方向错了。手机的发展达到了瓶颈，核心技术突破上缘，只能通过堆料拉开差距了。现在请大家认真思考5秒钟这个问题。现在的智能手机像不像功能机时代的末期，百花齐放，但又似乎没什么根本性创新。时间到了4月下旬，除了前途未卜的华为 P50 系列，小白测评例行的上半年旗舰相机横屏要开始了。但是这一次我们内部讨论了半天，似乎并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又是挑20个场景把8大旗舰拉出来一组一组的对比细节，这应该不是大家想看的东西。我们在之前的测评视频之中，总是在探索一台手机的影像上限，设置各种各样的极端场景，比如说全黑或者说逆光，这没有错。但是我们似乎一直忽略它们的影像下限在哪里。在目前的手机形态下，到底什么样的手机影像才是对的，对于大众用户才是最好的？或许谜底就在谜面上。于是我们给8台旗舰机充满电，踏上了拍摄之路，没有目的也没有方向，走到哪儿就拍到哪儿，完全跟大家日常拍照一模一样，一切随缘。我们这次经过了10几天的拍照探索和体验，慢慢的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个主观答案。后面的内容可能和我们之前的所有测评视频都不太一样，和我们之前的影像专题聊的也都不一样，它不太像是一个测评，但我们真的希望你能够把它看完。拍照最初被发明的意义就是记录下我们想要的片段。前阵子阴雨许久的武汉终于迎来了阳光，我们带着这8台旗舰出去转转。江岸区被誉为武汉城市近代化的起点，武汉的小伙伴提出去这里的里份看看。里相当于村，而份是武汉的方言，意思是小范围的居住区域。里份是最武汉的文化，就像是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一样，蕴藏着这个城市深刻的历史和记忆。延庆里巷口的牌坊上标志着它的年份，但绿色的打围宣告这个年份的终结，这里要拆迁了。远处的玻璃幕墙大厦高高耸立形成了奇怪的对比，很适合长焦。于是我们掏出了手机。第一个问题，有些手机没有潜望，有潜望镜头的手机在这里能够拍出空间压缩感非常不错的照片。虽然很多人说我多数时间不会太拍长焦，但是在某些时刻，如果你没有长焦，多少会有些遗憾。延庆里只是这次拆迁的一个里份而已，后面沿途的里份都打上了绿色的围，打围最终截止在了黄兴路附近。走进黄兴路2号的一个楼栋，黑暗的尽头是一段纯木的楼梯，由于年代的久远，楼梯的中间已经被踏出了凹痕，墙皮的斑驳和霉迹告诉我们这里经过了多年岁月的洗礼。这里我们遇到了第2个问题，俯拍楼道的时候，一些手机不能很好的识别方向，导致有些样张方向错了。当时看还好，但是一带上水印就显得非常难受了。周围的高楼大厦以及凌乱的加盖严重影响了采光，而我们后面盲测内的这组样张就取自于这里。窗外的阳光其实只照亮了小块区域。我们遇到的第3个问题就是因为太暗了，这些旗舰级别的手机有些也很容易拍糊，导致许多照片并不能使用，而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这次体验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在拍摄的时候有一位老爷爷打开了一盏灯，点亮了昏暗的楼道。你们在干什么？老爷爷问我们。老爷爷走到了窗边，点了根烟，和我们聊了起来。而之前微博发过的这组照片就是这个时候抓拍的。遗憾的是，由于光线不好，这组照片拍糊掉了。当你想再拍一张的时候，已经没了机会。而这种感觉充斥在我们寻找答案的路途之中。好几台旗舰级别的手机随手抓拍的能力也并不是特别好，许多时候随手一拍真的就是那个最好的。后面你再换一台手机，要么没了机会，要么没了感觉。并且非常容易拍糊的手机也很影响我们想要记录的这个过程。之前我们在视频中就常说，软件体验优良的手机能够激发你的拍照欲望，能激发这个欲望的可以称之为一个好的拍照手机。老爷爷告诉我们，这楼是法租界那段时间外国人建的办公楼，1902年至今已经100多年历史了。纯木的楼梯、纯木的地板、砖木混合的墙体都弥散着历史的尘埃。
老爷爷已经在这里住了60多年了。由于是办公楼，生活设施并不健全，厕所用楼下的公厕，烧饭洗菜都是楼道里自己搭的水台灶台。为了方便洗澡，老爷爷年轻的时候还在楼道里安装了热水器。他很自豪地告诉我们，他当年是工人，许多改造都是他自己亲手做的。还告诉我们，虽然隔壁的街道都要拆了，但是这里并不会拆，因为这里是历史建筑。10数米之隔的黄兴路1号望德堂就是武汉的历史保护建筑。我们决定多在黄兴路走一走，多记录一些。夜幕的降临也让我们再次遇到了之前的问题，有些手机随手拍很容易糊掉，并且有的手机夜景提示并不明确，本以为拍完了，但其实拍照还在继续，导致拍出了各种失败的照片。住在这里的60年间，老爷爷亲眼见证了武汉的改变，加盖的建筑一点点遮住了他的阳光。很遗憾的是，由于他自己没有相机，当年的历史只留存在了老爷爷的记忆里，没办法让我们看见。上面聊的仅仅是我们这阵子探索过程中一个小小的片段，所有的视频照片全部都拍摄于我们携带的各家的8台旗舰机，许多照片就是拿手里的那台手机随手一拍，它就是最好看的，或者就是那一瞬间最值得记录，转瞬即逝，来不及再用别的手机来拍摄对比了。著名的商业摄影大师 Chet Jarvis 有一本摄影集，叫做《最好的相机就是你手里的那台》。所以，什么样的拍照手机才是对于大众用户最好的拍照手机？经过这次长时间的探索，我们的主观答案是，在目前旗舰机相机几乎神仙打架的情况下，在现有的手机影像科技下，随手拍的体验最为重要。这是目前我们认为旗舰机最要去追求极致的地方。不知道你认不认同这个观点？买2手机上小白优品 APP，3天无理由退货，180天保修，原装正品，国行代票，新人专属无门槛优惠券，有手机有电脑，还有各类3C 数码尖货，赶紧搜索上车，各大应用商店均有下载。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这次我们专门做了一次盲测，我们在能够对比的30多组样张里挑选了10几组，发了一个问卷。首先非常感谢那些认真填写盲测问卷的数千位小伙伴。由于第一次做这么大规模的盲测，有些展示方式体验不佳，表示抱歉。8台手机几十组样张，在短视频20秒都嫌长的快节奏网络里耗费了你们近10分钟的时间，再次感谢。没参与到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下载问卷内的原图进行查看，公众号回复8大相机体验即可。这次的结果很有意思，因为从问卷开始的第1个小时到视频收尾的那一天，问卷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前3名一直都是三星、华为和 vivo， 而且差距也并不大，这也说明现在大家真的都是神仙打架了。更有意思的是，盲测的答案和我们自己的主观答案有些许相同。我们内部这次的主观排序是三星、iPhone、vivo、OPPO、一加、华为、魅族、小米。而我们内部之所以形成这个主观排序的原因，是无法在盲测视频里体现的方面随手拍的体验。就像我们这次的探索之旅，许多照片都来自于某个瞬间，或者寻找了半天角度的第一张。这个时候我们更希望这张照片是完美的、漂亮的，不会因为手抖或者太暗导致糊掉，因为对焦失败而废片，或者拍到的并不是我们想要的那样。这次随手拍的体验上，三星的体验是最好的，因为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三星的发挥一直都非常稳定，很少会有拍糊掉的情况，或者最终成片和我们看到的差距非常大。比如盲测的最后一组长焦，在10倍下依然非常清晰，并且对于灯光的处理也比华为来的更加自然一些。第13组的夜景，三星对于灯牌高光的处理也非常到位。而在我们这次拍摄的过程中，初期我们按照顺序使用不同的手机来进行拍照，但是这次整个体验有点像羊骨啊。为了更好的记录我们的故事性，后期我们更多的就是使用之前认为好用的那台手机啊，就是8台手机我们都随身装着，但是拍着拍着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自觉的会选择其中的2到3台，三星是这次样张最多的那一台。iPhone 拍摄的样张数量也占到了前3。iPhone 最好的体验就是在大多数的场景下都是所见即所得，这个真的是体验非常棒啊！而且夜景的拍照也很少会糊掉，但是广角的表现啊，它这基础镜头素质就在那儿，确实不足。盲测内的第1组样张，即便不用放大 ，iPhone 的广角噪点也能直接看到，并且没有潜望长焦的存在，也让我们在许多场景下放弃了用 iPhone。比如我们在延庆里拍摄的长焦，拥有潜望镜的手机可以拍摄下这种空间压缩感非常强烈的照片 ，iPhone 就望尘莫及了。vivo、OPPO、一加的表现中规中矩，没有太多的毛病。vivo 整体要更好的原因就在于主摄的夜景体验要更好一些，比如这组楼梯的样张表现就非常不错。在更暗的场景下 ，vivo 的主摄夜景依然是非常容易糊掉，并且微音台的广角并没有在夜景上表现得更好。而 OPPO 和一加的体验还要稍逊一些，即便是 OPPO 和一加拿手的主摄级的广角镜头，在夜景下的表现也没能超过三星。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版本的原因啊，夜景还容易糊掉。这2台机器在夜景模式下
快门声之后啊，它其实拍照并没有结束，要提醒大家注意，需要等待一会儿才能拍摄一张完好的照片，导致我们工作室有一些不太经常拍照的小伙伴经常忽略了，就是按一下，哎，就把手机拿走了，结果就出现了很多糊掉的照片。华为则是所见非所得，这个是老毛病了啊！在较暗的场景下，华为拍出的照片经常和预览不一样，并且有个很纳闷的事儿啊，其实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也聊过，它的夜景模式经常还不如普通模式下这个直出来的效果好，这个让我很费解。对于一些深入的玩家来说，华为的上限是非常高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它的容错率太低了一些。而魅族和小米之所以排在最后，也是因为体验。小米和华为一样啊，其实它的上限也是非常的高，用好了可以拍出登顶级别的样张，尤其是长焦的表现，小米非常的出色。但是日常的体验之中还是容易拍糊掉，尤其是在夜景上。我们这次拍摄上百张样张，里边有很多这样的，也可能是由于软件版本的原因。魅族基本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本来这张啊是最好的一个老爷爷的背影，非常漂亮啊，却糊掉了啊，心里非常难受。相比之下，这两台手机的稳定性确实要差一些。除了上面这些偏主观化的，我们也做了一些数据化的测试。我们测试的在默认和夜景模式下拍摄到整个成片合成完成的各个相机的时间，更短的时间内实现更好的效果啊，当然体验也就更好了。在同一场景下，夜景模式下，大多数手机耗时都在4-5秒左右，只有小米和华为手持所需的时间比较长，体验相对弱一些。在大多数普通用户都使用的默认模式下，各家的耗时都要更少，体验也要更好。只是小米默认模式下的夜宵算法所需要的手持时间要更长一些，体验尚可优化。这张照片是工作室一位不经常拍照的小伙伴拍的，是他很久之前养的一只宠物仓鼠东东。由于仓鼠很喜欢乱动，也不喜欢亮的地方，所以这位小伙伴很难拍到清晰的照片。由于不经常拍照，所以就这么几张，也是这只仓鼠仅有的几张照片。小伙伴其实很爱惜这只仓鼠，为了满足他的口味，甚至买下过一家淘宝店里面的每一款仓鼠零食。一般来说，仓鼠的寿命是2年，但它到手不到半年的某一天，东东就生病了。因为住的地方附近并没有给小型宠物看病的兽医院，他联系了几十公里之外的另外一家兽医院赶过去啊，但是仓鼠没能坚持到医院，走在了半路上。这位小伙伴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非常后悔，因为老是抓拍不到清楚的照片，所以到后面就干脆不拍了。但没想到意外来得如此之快，现在想回忆，除了这么几张之外，却没有什么东西可回忆了。这张照片拍摄于前年，而右半边的黑白色是拍摄照片的小伙伴自己修改的，因为在去年他的爷爷去世了。这张照片他非常的珍藏，因为很难拍到了这张爷爷和奶奶在一起的照片。他回忆的时候和我们聊，小的时候和爷爷吵架啊，就几天没去爷爷家吃饭。后面一玩忘了这茬了，又去爷爷家吃饭的时候，爷爷悄悄的哭了，因为爷爷开心孙女不生他的气了。他的爷爷也不怎么善于表达，在他的印象里也并不靠前，直到去年他有次回家才知道爷爷病重很久了，一直都输液维持。20年的12月27日啊，爷爷走了。他很遗憾，因为小的时候那件事儿，他没有机会和爷爷道歉了。他爷爷非常怕冷，但是下葬那一天天气非常好，阳光也非常棒。他背对着拍下了这张照片。这2张照片都没有什么惊艳的，但是都异常的重要。我们让身边的朋友和同学都找一张他们最喜欢的照片，几乎没有一张发布会上样片级别的存在啊，都是一张张充满回忆和故事的随手拍。有些构图很怪，有些没什么层次，有些甚至在很多人眼里毫无美感可言。但是这次探索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了，照片的故事和回忆对于大众而言，远比这个底大0.1那个光圈大0.2重要的多得多得多。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期的视频我们把拍照体验看得这么重要。在目前，什么样的手机才是好的拍照手机？这个问题我们重复几次了。有优良的随手拍软件体验的手机，对于大众用户来说，在目前真的是更加友好一些。因为很多大众用户随身只带一台手机，他也不太懂得什么构图，不太懂得什么拍照的技巧。大多数的照片，或者说你手机里大多数的照片，都是随手这么拍下的。但正是这一张随手拍下的照片，你后面可能回看一下，就是最漂亮的，就是最有回忆的，就是最能记录下那个场景情绪的照片。而更多场景下的白天，由于都是旗舰机啊，各家的表现已经非常接近了啊，就像是微博评论说的一样啊，许多人第2遍做盲测的时候，他们选择不一定和第1次是一样的，就像是盲测的前3名差距也都不大。而综合我们自己的体验和样张的表现，三星是这次意料之外的第1 ，iPhone 第2也是更加符合它稳定的特点。对于目前的手机影像形态，底线高很多时候比上限高更重要。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对于参数，对于硬件，开头我们说的啊，这个方向它错了吗？我觉得这个和性能过剩这个论调相似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没错的。我们这期视频绝对没有否定影像技术进步这个意思啊，色彩更加漂亮，画面更加清晰，解析力更高，永远都是大家更高的追求。摄影
就是目前智能手机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你可能不太同意这个观点，但是现在的手机或者说各家厂商追求的就是这么一个形态。每个人都想拍出更好看的照片，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学习专业的拍摄技巧。我们只是想强调，厂商在疯狂追求影像上限的这条路上并没有错，但是随手拍的下限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更重要。单纯的对硬件在很多厂商中并没有交出更好更稳定的表现，就像是大多数的普通用户，你给他再专业再贵的专业单反、专业影像器材，他也拍不出那些获奖的照片一样。这次体验完了8台旗舰，我们发现在下限这块很多当家旗舰并没有做得很好。再问大家一句，你现在的手机中这个相册有多少张照片？大概可以走一波弹幕。如果让你选择一张最重要的，你认为拍的最好最有意义的是哪张呢？就是这次视频，小白测评发起一项手机相册中最珍爱的照片征集活动。非常简单啊，在你的手机相册中找出那张你最珍爱，或者说你认为拍的最好，或者说最有回忆的那张照片，配合它背后的故事文字以及拍摄它的手机型号，发送到屏幕下方的邮箱里即可。我们会挑选出7张，整理汇总发布，分享给我们在全网数百万的粉丝你的作品和你的故事。如果足够棒，我们甚至还会帮你制成视频，在全网分发。对于目前的手机影像形态，对于大众用户而言，底线高很多时候比上限高要更加重要。OK， 本期视频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这期片子让你对手机影像形态或者说手机拍照这件事儿产生了一些思考，或者说一些联想，欢迎在弹幕里面、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如果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可否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OK， 更多内容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这个片子播放完之后，马上打开你的手机相册，找到你最珍爱的那张照片，发到我们的邮箱。不关这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